前2天也是为这事儿挨打的。勉强算吧。你让阿祖还手，自己不敢还手，你打小我就看你太怂。可你妈说，这样挺好啊，保平安。我还手了，这不没打过吗？还是把式不行嘛？我这是战略性挨打，你又不懂。我跟你说，我跟我妈说啊，别跟你妈说你挨打的事儿，不然她又要跟我叨叨了。爸，拆您车的零件是我的不对，但是您这一把岁数了，还骑着一台岁数不见得比您小的胯子上街，咱是能说您老当益壮，但是不是也该去顾及一下其他行人的安全呢？行了，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一天到晚就叨叨这点事儿？我又不是天天骑，而且那胯子本身也跑不快，能有多大危险？昨天我还跟你妈说，爸，我妈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你又刚好给忘了。没忘，我记得，就是偶尔想到她，跟你唠叨唠叨。我知道，我也很想他。乔律师是吧？目前暂停执业，您可以叫我的名字，我叫乔少廷。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方圆，我们是最高院的。看二位有点眼熟啊。襄阳看守所门口跟肖闯一起，咱们照过一面。我就是跟你搭档在中院也照过一面。二位是哪个庭呢？刑庭的。王伯雷、小坤的死刑复核是不是就已经送到？那这个时候咱们见面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等等啊，我们所确实是拿到了王伯雷、小坤那案子的死刑复核代理权，但是这委托书还没有往咱们最高院送呢，甚至具体承办的律师都还没有做出指派呢。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一审是德智所代理的，你是代理律师，后来因为牵扯到刑事案件调查呢，换了宏图律师。后来你们所又拿到了死刑复核案件的代理，而且昨天是薛东律师去看守所找2位被告人签的字，对吧？所以你现在既然不是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而且按你的话说，你现在甚至连律师都不算，所以咱们见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汉堡包也没找到，就吃小酥饼了。啊，挺好。不好意思，没跟你们说，这附近没有卖汉堡。来一个。哦不，我一会儿还回去陪我家人吃饭呢，你们吃。这案子的证据链啊，没什么问题，也符合先证后供，只不过受害人的尸体一直没找到。我还是希望这一部分能有个清晰明确的结果，而且这个不是你交给海港刑侦支队的吗？上面说的挺清楚的。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二位来跟我见面，是不是咱们院觉得这案子有商榷之处？从侦查、公诉到审判，这样子没毛病。我不是替任何一个阶段去遮羞啊，实实在在，程序和尸体都很亮堂。只不过死刑复核是另外一个阶段的程序，我们做出的考量原则立场有所不同。自07年最高院收回所有的死刑复核权后，慎杀应该是一贯原则。瞧你这话说的，07年之前，我们对死刑复核也是非常的谨慎的。我们私底下经常有句话，死刑复核最怕出现2种情况：真凶出现，或是亡者归来。
朱红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不确定侦查机关是不是还在继续调查这个证据链当中部分有些模糊的环节。我看过你写的材料，你认为李小坤他的力量并不能把那个铁笼给拽下山崖。我知道这种推测很难去对抗本案中雷小坤一脚踹在铁笼上，导致朱红落水，并推断死亡的直接因果关系。我只是站在一个辩护律师的立场，该说的我总要争取一下。主观动机这种事儿啊，有时候很模糊。被告人的供述不可以尽信，而你刚才提供的这些推测和参照，那确实不如检控机关给出的强证据链有力。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知道，在实施侵害那一瞬间，李小坤他脑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既然这种推测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检控和审判机关必然会去依托那些确凿的证明事实。那这么说，模糊的环节只有朱红的尸体。被害人的命是命，被告人的命也是命。咱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与其在这问我们呀，真不如去仔细研究一下两个规定，一个是死刑案件证据审查的，一个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都是最高院发的。两高三部联合发的，拜托，你是干这行的，好好抓抓业务学习。我之前只是耳闻，今日得见，才更加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好像确实不是一个太靠谱的人。我也这么认为。回见。回见。曹律师，哎呦，你不是那个谁，就是那个……这两天有点敏感。这什么啊？芈月阁的案子，肖珍会被投诉，不是我。乔律，肖律师有可能会被芈月阁投诉，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昨天下班那会儿碰到主任，他跟我提过一嘴，真会出事儿。他也告诉你了，真成，还让我别往外说。喂，张征。如果有一天你坐了主任的位置，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你会和他不一样？你说什么呢？我问你能不能保证，你不会成为另一个孔北平？行，反正我也当不了这主任，我给你保证。刚才我们所的情况，我的同事大概都已经介绍过。我呢就代表德治所敬大伙一杯，诚意都在酒里了啊！哎，少平，你怎么来了？我这儿出来，正请大伙吃饭呢。出来。曾经的全国10家律师也是我们。先喝着啊。有事啊？有事咱们回头了。张主任，没事没事，我们兄弟俩说点事儿啊，你们先坐，先坐。啊！曹二天，你他妈疯了！你们再不我还手了！
敬你一肚子苦水，敬你委屈。别打了，别打了，这是什么情况？别打了，快拦着点！摔住了，别打了，别打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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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别拉。没事吧？没事，没事，大家别看了，该吃该吃，该喝喝。没事，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误会解除就行了。你看，现在不没事吗？啊，学友，你问一下姚经理，损坏了什么？啊，你去安排一下。张队，哎，别打了，小李，算了，别打，让开。着什么急呀？洗了也白洗。你还有完没完？为什么要把肖律师出卖给邝北平？你说什么呢？我给洪都打过电话了，你装什么呢？闽粤阁那案子，他们要投诉肖律师串通对方代理人，而且你有办法把消息透露给邝北平，而这个办法只有你和我知道。要这么说，肖律师真的串通对方代理人了啊？那如果肖律师真的串通了对方律师，他被投诉很冤吗？是，肖律师被投诉了。可是你别忘了，他被投诉就是德智所被投诉。你以为我们放着不管吗？邝北平怎么都会找到把柄。还有，我相信肖律师跟着你，绝对不止干了这么一件出格的事。告诉你啊，不管跟邝北平最后能打成什么样子，你不能牺牲肖律师，他跟这些恩怨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知道，是薛东派他来帮我的。那你他妈问问薛东是谁让他这么干的？是我。是我让他去找一个能为你出庭的人，这个人要有能力，要不是德智所的老人，因为他要敢去面对邝北平。是我是你的兄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替你扛了这么多累，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对，他要有能力，他也有胆量。对于你和薛东而言，他是个你随时被舍弃掉的，是吧？我为了保我兄弟，我找了一个弃子，我兄弟现在要跑来跟我逞英雄。是，他是炮灰。可是弃车保帅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况且我也不会随便就把他抛出去，一定是要等到在他和我兄弟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才不得已这么做。难道你觉得我应该出卖你，还是说在你眼里跟肖真比，薛东才是应该被舍弃那一个？少天，我是没有你有同情心，我是没有你有人情味儿，但是你从来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上想过。你站在我的位置上试试，上面有一个邝北平，随时想灭了你，底下有几十口的人指着你吃饭，中间还有一个兄弟，说揍你就揍你，这个兄弟就是你，真是我的好兄弟。这话说的真漂亮啊！
行，你要说到兄弟的事儿，张正，我告诉你，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跟兄弟是怎么承诺的？你答应过我，不会成为第二个邝北平。你凭什么控制别人要成为你想要的样子？凭什么？你是什么？我他妈想成为什么样子，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教我。你最好说到做到，要不然呢？不然的话，你要我说到做到。明月阁酒楼本应该在施华的路面设置警示牌，酒楼的消防通道被货箱堵死了，门口的停车规划严重违法，再加上你的当事人被明月阁酒楼强制要求在法定节假日超时工作，未按规定支付加班费以及300%的工资。你可以到明月阁去走访一圈，你会取到很多他们违规违法的证据，把证据给他们看。让他们跟你的当事人和解，把钱赔了，否则你可以向公安、交管，还有城管部门以及劳动局举报。当然了，当你们拿到和解赔偿之后，我要提升20%。您好。你好，我是肖真律师的同事，我叫乔少廷。作为明月阁的原代理律师，我跟你私下联络，并向你透露了大量不利于明月阁的信息，导致他们跟你的当事人不得不庭外和解。这里面的录音就是证据。你是让我把这个交给明月阁？既然是我跟你串通，明月阁很有可能就会连你一并投诉。你不用给他们，直接拿到律协去投诉吧。如果接下来明月阁要投诉肖律师，无论他们找到什么样的证据，都不可能覆盖这段录音的证据效力。谢谢你。乔律师，我知道您目前正遭遇投诉，那起投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但如果我拿着这段录音去投诉你的话，乔律师，在职业生涯里，你这跟自杀没区别。那就拜托孙律师，务必让我死。
你跟我请假说不能来晚上找我汇报了，就为了一个人在办公室跳舞。不是我那个，明天我要开庭。明天还能去开庭吗？看这末日狂欢的架势，你应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吧？就算被投诉，也不会立刻停止执业吧？我查了一下相关规定，还是有机会通过听证向惩戒委员会申辩的。乔律师那种是属于特殊情况，在惩戒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左理会先停止你执业，这是规章制度。更何况，今年主任在律协参选，对这种事情，肯定要做出立场鲜明的表态。那我要被停止执业了，我手里的案子怎么办？放心吧，乔律会找到另外一个你的。希望他尽快找到合适的人选和我交接，别耽误了那些当事人的案子。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是否立即停止执业？作为合伙人，我会试着去向主任说情，但在事情结束之前，你先不要和乔律师合作了。会被投诉是我自己的原因，和乔律师没有任何关系。他身上的是非太多。再说了，你们一个被停止执业的律师，和一个正在被投诉的律师合作办案，让外面怎么看？你要是担心失去锻炼机会的话，我手上有很多案子可以交给你去办。只有我和乔律师会保护你。他现在是自身难保，我是在帮你。那是不是今后我就不用每天晚上去向你汇报乔律师的行踪了？看来你不知道今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乔律，那天电话没说完，怎么就把电话挂了？而且晚上我听客户说，电话的事儿，抱歉。你听说的没错，我挂你电话就是着急去办你听说的事儿。肖律师值得你做到这个地步吗？你也知道，为了我身边任何一个去追求和实现公平的人都值得，而且不仅仅做到这个地步。哎，你怎么来了？我不说了吗？我完事儿过来找你。再说了，为各种事儿奔波一天，我也会饿的呀。饿了去吃啊。那走。我不饿啊。邹亮的情况，当时主要是他涉嫌以京港银行的名义，向一些客户推销不属于我们行的社会理财产品，这里面有可能关系到一些非法集资，甚至诈骗，这个我们也不太懂。后来，经过我们行的法务部门和专家的研讨，一致认为邹亮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事前和事后，我们行的特聘专家都和邹亮面谈过。我的理解呢，大概是一种类似于审讯式的当面对质吧。啊，这是当时的会议纪要。这个邝北平是你们行特聘的法律专家哈。邝教授的水平非常高，跟我们银行合作很多年了。那你们的这个法务和专家就这件事儿讨论的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纪要上都有。
好，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视频或者是录音资料？这个有。吴经理，帮法院的同志调一下谈话的录像。这属于我们内部保密资料吧？咱们配合一下法院同志的工作。好的，您二位稍等啊。何副官，有点冲。咱们当年在兵团的时候喝的那个叫什么酒？我记得叫粮食白酒吧。60度的兵团白，那会儿都是纯粮食酒，不像现在这些勾兑的破玩意儿。你那会儿喝了不到半斤，人就滚到炕下面去了。喝完这杯啊，送你回去，孩子担心。还有，我以前跟你说过，别老到这边来。北平啊，当初在云山的时候，我跟你们这些人的心态不一样。你们有爹有妈有家可回，我没爹没妈，贱命一条。可没想到最后我还回到了金港，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最后还有了外孙子。是啊，当年很多战友都留到那边了。我特别知足，我从没有想到过我这一辈子能够完完整整的过下来。我懂，我都懂。我这都是为了孩子。当初要是没有你，我也留在那儿了。老哥，你相信我，记住我一句话：过去你替我挡过什么，今天我什么都能替你挡。走好电话。团长，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刚才提到贵行的专家邝伟平曾经找邹亮谈过2次话，咱们这儿有没有这2次谈话的视频或者是监控资料？这个我还不清楚，一会儿让吴经理帮你们找一下。领导，总完电话了。不好意思，我去接个电话。啊，没事，您忙您忙。小心头，小心头！啊！一定要把他送到家门口。那您，我在这儿坐会儿。主任，薛律师说，那个黄伟和杨国臣还得等您的时间。跟谢东说，让他们带着2个人到这儿来见我。好。
真抱歉啊，让你们忙活到这么晚。应该的，应该的。我这也有点不好意思。总行那边呢特别提醒我，等您二位啊把法院的手续拿到，我们这边呢一定继续配合。明白。打扰了。好，再见。慢走。呵，这戛然而止啊！看来这矿北平是真不白给啊。现在怎么办呀？院里能给咱们出手续吗？你看咱们的涉案当事人里边有叫邹亮或者邝北平的吗？一上来查就这么大阻力，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大差不差，看来乔晓婷的方向是对的。是不是吵到你和佳佳了？您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还喝酒了？就喝了一杯。是邝伯伯送您回来的吧？嗯。能不能跟邝伯伯说说，不要再为难乔少廷了？你怎么还替那个小子说话呀？在邝伯伯面前，乔少廷跟只蚂蚁没分别，但他不是坏人。那你意思就是，我跟你邝伯伯是坏人了，是吧？行，不说了，睡觉吧。哎呦，你慢点吃。21号，庞国身体恢复之后呢，他又在日记中写下了19号订立遗嘱的全部过程，甚至把日记的内容也写在了里边。现在这篇日记呢，不仅可以作为笔迹鉴定最有针对性的检材，而且还可以是19号这篇遗嘱强有力的佐证。我在写完代理词之后，我认为对方律师很有可能会提出。这样的，21号自述日记，19号呢代述遗嘱，逻辑存疑啊。19号代述遗嘱现在缺乏有效要件之一，就是日期。那么，如果遗嘱本身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无视其他间接证据。就算日记记录了遗嘱内容，那也是庞国自己写的，涉及处置吴秀芝那部分财产，他们还是可以不认啊。更别提他们大概率会先行质疑日记的真实性啊。所以我就想，在证据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引导双方进行调解或庭外和解。好主意。虽然我认为双方很难接受和解，可是房产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我们站在庞家子女一方是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被告一方，我总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找到一种让双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怎么说呢？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啊，从开始办案，你一直在追求一种相对公平。相对公平。对。就比如说我在我们接触的很多案件当中啊，民事案件呢，往往既有经济利益，也会掺杂到道德和情感。那么商事案件呢，双方互负责任，连屡见不鲜，甚至是刑事案件，会有起刑点到最高刑期的自由裁量空间。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那么，公平的实现，往往是相对的。乔律师一直信奉这样的相对公平吗6年前，我跟张正把邝北平赶出德治所，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看来啊，他破坏了这种哪怕是仅仅的相对公平。你说的没错，我信奉这种相对的公平。如果每一个案子你都这么竭尽全力的话，那么对你而言，律师会是个很辛苦的职业，值得吗？是的。
我也认为值得。没想到到了最后，不是最后。不管你到德之所来是因为什么目的，也不管把你派来的人要如何利用你，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共同进退的伙伴。所以，请你相信我，这绝不是最后。 今晚的月色真美。乔律师最近是喜欢日本近代文学呢，还是单纯的欣赏夏目老师这句话呀？啥？嗯？你是随便说说的吗？不是，就前2天那个唐出来找我，他突然一下就抬头，他就说今晚的月色好美啊。你可以上网查查，没文化呢不可怕，但是别和时代太脱节。 今晚月色很美啊。老土。